我们先来面对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如果你活到这个世界的平均寿命也就是80岁，那你的人生从头到尾就只有差不多4000个星期。对，也没听错。那现在请你诚实的想一想，这4000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多少？你还剩下多少呢？欢迎来到阿冷的书房，我是阿冷。我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把那些可能有点硬的健康、理财还有自我成长的书，把它们拆解成你马上就能用得上的使用策略。我相信书里面的智慧都能成为我们通往更好生活的一条捷径。4000呢，说真的，这个数字短到有点荒唐，甚至可以说是对我们人生的一种没礼貌。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真的咯噔了一下。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嘛，但现实是，就算你超级幸运活到90岁，那也不过是4700个星期而已。这个惊人的事实逼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时间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时间不够用的焦虑感，肯定是现代人才有的烦恼吧？其实不是哦。早在2000年前，罗马的哲学家塞涅卡就观察到，人们总是在抱怨生命太短，却又随意的把它挥霍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拥有的时间太少，而在于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在那些根本不重要的事情上。2000年过去了，塞涅卡的感叹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如果他活在今天，他看到的恐怕会是一条永不停歇，而且还越转越快的传送带。不管我们多快处理完手上的任务，新的任务、新的邮件、新的讯息马上就会补上来。我们越是追求效率，这条传送带就转得越快，结果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忙。好的，那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来看看现代生产力当中一个很吊诡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效率陷阱。什么是效率陷阱？简单来说，就是当你变得越能干，回讯息越快，完成工作的速度越惊人，你得到的往往不是更多的休息时间，反而是更高的期待和更多的任务。就好像你才刚清空待办清单，你的主管就笑着走过来说：“太棒了，正好有个新案子要给你。”你辛辛苦苦提升的效率，最后都被新的需求给吃掉了。这一点在我们的电子信箱里真的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你想想看，你回信回得越快，只会引来更多更快的回信。清空收件匣的那种满足感，可能维持不到5分钟，马上就被新的通知音给打破了。这就像希腊神话里的薛西弗斯一样，注定要每天推着那颗大石头上山，却永远到不了山顶。我们处理邮件的过程，说穿了，其实就是在制造更多的邮件。说到这里，历史上那些关于科技会带来更多休闲时间的美好预言，可以说是全都落空了。像经济学家凯因斯，他就没算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的生产力提高的时候，我们的欲望也跟着一起膨胀。结果呢，我们工作得更卖力，甚至还把忙碌当成一种值得炫耀的勋章，好像越忙就代表自己越重要。不过话说回来，这也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啦。有一股很强大的外部力量，也正在悄悄地操纵着我们的时间。时间来到2016年的4月，有将近300万人在 BuzzFeed 这个网站上面同时观看了一场直播。你想想看，300万人在同一个时间点，到底是什么东西有这么大的魅力，可以吸引这么多人一起看？答案荒谬到你可能会想笑，这就是注意力经济最经典的一个展现。它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唯一的目的就是想尽所有办法抓住你的眼球，让你把你那宝贵的人生花在你根本不关心的事情上。我可以很肯定的说，那300万人里面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早上醒来的时候会计划要把生命中宝贵的44分钟用来看一颗西瓜宝酱。那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
我们人生的体验，说穿了就是我们所有注意力的总和。当你把注意力交给那些无关紧要的演算法推荐给你的东西时，你付出的其实就是你的人生。分心从来就不只是暂时的精神涣散而已，它是在挥霍你存在的本质。面对这一切，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答案不是拼命的跟我们的极限对抗，而是反过来学会去拥抱它呢？我们大概都很熟悉 FOMO， 也就是错失恐惧症，那种很怕错过任何精彩瞬间的焦虑。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叫做 JOMO， 错失的喜悦。当你真正从心底接受你的人生必然会错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事物时，那种因为错过而产生的焦虑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以专注于眼前的解脱，还有一种平静。这就是拥抱有限性的核心精神。当你决定把时间投入一份事业、一段关系或是一个专案的时候，这个选择之所以有意义、有分量，正是因为你同时也决定了要放弃所有其他的可能性，使错过让我们的选择变得珍贵。那我们该怎么样把这种哲学付诸实践呢？答案可能会让你有点意想不到哦，就是要学会有智慧地拖延，也就是说，主动选择要拖延那些对的事情。这里有3个具体的策略可以参考。第一点，在时间上先支付给自己，意思就是把每天精力最充沛的头1个小时留给你自己最重要的那件事，而不是先去回复别人的讯息。第二点，限制进行中的工作数量，同一时间最多只专注在3件事情上，就会强迫你面对现实，做出真正困难的取舍。第3点，我觉得最有趣，叫做优先处理你的不惜代价避免清单。就像巴菲特建议的，写下那些看起来很诱人，但其实会让你偏离核心目标的事情，然后主动地、刻意地去忽略它们。所以在这次分享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面对我们有限的4000个星期，为了给那些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腾出空间，你今天决定要忽略什么呢？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也请帮我按个喜欢，这会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别忘了订阅阿冷的书房，然后开启通知，我们每周都会为你带来更多能够改变思维的好书。